各位吃瓜了，这个中国的反贼阵营和爱国阵营的两个大 V 掐起来了。这个峰哥亡命天涯那位说，你怎么说他是反贼呢？我说了吧，就是护陈峰那一伙的全都是反贼的吉祥物这个我说他把裤裆的毛长到脸上的这位峰哥也不例外这肯定是一个反贼。我说他早晚会被中国的互联网全盘封杀。我说过这话之后，他被封了半年，结果又解封了。那位说你是不是说错了？别急别急，他马上就会被全网封杀的。那个爱国阵营的是谁呢？是一个当红的编剧，叫汪海林。汪海林呢是在娱乐圈那个写东西那是一个大拿，现在呢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是属于爱国阵营的一位大 V。那峰哥怎么是举报他了呢？那源于一段4年前汪海林和他的合作伙伴的一段纠纷。当时呢，汪海林指控他的合作伙伴呢，就是欠他400多万的编剧费没有给。那个合作伙伴呢说，那个你既然给我要钱，我就说你偷税，因为我以前打给你的钱都是打给你的老婆的账户，而且是在美国。那峰哥那些反贼吉祥物就说了，说你一个爱国阵营的大 V， 你老婆在美国怎么会有账户呢？所以呢他就录了一段视频，他就举报了这个汪海林。致电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中文请按1。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想举报一下这个偷税漏税。有相关证据线索证明企业偷漏税吗？证据没有，有线索，就是网上流传一个截图，这个编剧叫汪海林，就是汪海林，然后有人给他打这个编剧费，他说打到我这个妻子的美国账号里头。那中国人在中国经营这个事业或者劳务所得呀，打到美国，那不是就是绕开国家这个税务了吗？或者私对私转账的话，是否属于违法行为？那您是要进行实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这个个人是北京的吗？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个编剧，挺出名的，好像是在北京吧，叫汪海林，网上有这个人的公开信息。那还有加词求补充吗？没了，谢谢。感谢来电压见。人那位说这裤裆里毛长脸上的这位怎么犯了什么病了？他俩呀是素有恩怨各位。这个因为这个峰哥呢是属于反贼阵营的吉祥物嘛，作为爱国阵营的大 V 呢，汪海林当然就看不上他嘛所以呢汪海林以前就嘲讽过这个峰哥说这家伙长得像个那个似的你看英雄所见略同是吧？所以说这个峰哥跟他那个时候就结下了梁子了。你不知道这个梁子为什么现在爆发了吗？这个峰哥不是刚刚被解封吗？那现在又发什么疯啊？这是在自己非要把自己给作死吗？我想举报一下这个偷税漏税，这个编剧叫汪海林。8月8日，峰哥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冲上热搜第1。网红峰哥亡命天涯发视频称，自己向北京税务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随后，第一现场记者联系汪海林了解相关情况。汪海林回复称，某些网红为了流量炒作话题，不顾事实，无事生非，以示公害。如有违法行为，相关公权力机构自会进行评判和处理。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我有律师负责法律上的相关问题，舆论上的子虚乌有的事，清者自清，无需一一回应。汪海林是知名编剧、监制、制片人，代表作品涵盖电视剧、电影等多个领域。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包括《铁齿铜牙纪晓岚》《楚汉传奇》《一起来看流星雨》等。一方是网络大 V 公开举报，一方是资深编剧坚决否认，舆论场瞬间沸腾。税务问题关乎公平正义，公众有疑虑正常，但真相只应由权威部门的调查结果说了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也不能凌驾于事实之上。与其在热搜上争论不休，不如静待税务部门的调查结果。法治社会，让证据说话，让法律裁决。对此，我们将持续关注。
是因为汪海林骂过你吗？没有这原因，骂过人多了，那他因为他自己屁股不干净。对呀，是因为自己屁股不干净。我没有冲冠一怒啊，我就是举报他这个别人向他要账号的时候，他给了自己老婆的美国账号。那么按照我朴素的理解，如果说你中国人往美国账号里打钱的话，那是不是中国的税务就监管不到了呀？是不是？那你把人民币打过去之后，你在海外你成了美金了，是不是？你在国外用的话，那你中国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不用交这笔税了呀。那肯定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对呀，你起码你要打到自己的卡上，你的劳务所得你肯定要打到自己的卡上，你不可能说打到这个他老婆的卡上。峰哥要不要请个安保啊？没有必要请安保。峰哥，你是为了肖战举报汪海林的吗？我没有为了任何人举报汪海林，我举报汪海林仅仅是因为他收钱的时候，他没有让对方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账户，而是打在他老婆在美国的银行账户。这样的话，其实中国就纳不到这部分税了。如果纳不到这部分税，那其实我们正常纳税的老百姓就遭殃了呗，是不是？你说我们本身工作就那么辛苦，一个月挣个18000子，然后还按时按量缴税，是不是？结果他什么编个什么剧啊，40集400万，40集400万，这么多的钱，然后他还不依法纳税。对，他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了。对，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影响国家利益的人。峰哥怕不怕？我怕谁呀？不是，我现在还能怕谁？我现在还能怕什么？我有什么可怕的呀？狠活是杀不死的。对，就是你要是，我觉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贱呢，真的，我觉得你就是求人得人吧。你要是这样一直这样搞，一而再而三的犯贱，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对，我就只能从物理上消灭你这个人。峰哥呀，你明明可以现在靠祝福和晚餐挣很多钱，为啥要铤而走险呢？我没有铤而走险呢，我觉得我做这事儿没什么不好的呀。我这事儿我又不是说炒作了或者怎样啊，我就是看不惯一个人偷税漏税，然后我实名举报了一下，录个视频举报一下，我没有任何觉得我这个事儿做的不妥当啊，或者是又跟谁开战了呀，或者是又怎样了呀，引火烧身了呀，或者是自爆了呀啥的，没有。峰哥呀，汪海林说您长得像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中分呢？有没有兴趣改成偏分？我就是偏分，我觉得挺好看的。汪海林说我长得像生，汪海林这就叶公好龙，他不天天寻找这个阳刚吗？寻找雄性特征吗？那峰哥如果说真的长得像生，不是他所崇拜的吗？汪海林他是有点阳崇拜的啊，汪海林是有点那个雄性崇拜的，那叶公好龙了呀。还有比峰哥更加钢铁直男的吗？更加有阳刚之气的了吗？所以汪海林他就有点像那个剑鱼里寻找罗摩遗体的黑石，穷其一生啊，一直在找这个达摩遗体妄图让自己能够恢复能力。但是我觉得他是纯属气急败坏了，就是有些笔友说汪海林还击你了，你赶紧跟他再骂两句吧，实在是骂不起来。就是汪海林他就犹如一个怎么说呀，祥林嫂似的，他没有什么活，语言没有杀伤力。再说谁会去追着一个乳大锤的中年男子穷追猛打呀？那跟欺负农村老大妈有啥区别？当初这个峰哥就和汪海林呢就是经常在网上互掐，看来一直是掐到现在说这个汪海林这个长得娘娘们们的，因为他的这个毛多嘛，他说汪海林脸上没毛，娘娘们们的，说汪海林估计可能性取向不太正常，他就这个意思吧可是这个峰哥，你按照他的这种长相，在美国来看的话，峰哥倒是像个不折不扣的 gay 也没听说这峰哥那个结了婚了，或者有女朋友是不是这反正是他比汪海林可疑这个事儿。那有人问了，
说这个汪海林涉不涉及偷税漏税呢？这个事情呢，要从中国的税法来讲啊，我给大家来这个讲讲这个事儿。如果汪海林当初说的是跟合作方是签订了有包税的合同，这个合同合法吗？合法，中国的法院会支持的。但是呢，税务机关不鼓励这样做啊。那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当初汪海林是用什么名义跟对方签的？如果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那这个钱必须得打回汪海林的公司。现在看来，他要求是打到他的妻子的美国账户上，那就要看是不是汪海林和对方公司签了个人协议啊。如果签了个人协议的话，那个打那个账户倒也无可厚非啊。那就看那个合作方替他有没有交税了。那合作方如果有替这个汪海林交税的话，那这汪海林不涉及偷税漏税。如果那个合作方没有替他代缴这笔税款，那就牵扯到很多的法律问题了。首先呢，合作方涉及到漏税的问题，不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那这个税务机关会怎样呢？税务机关首先呢，会向汪海林追缴，因为你是收钱方啊，你先把你的个税补上啊。你知道汪海林这样的体量的编剧的话，你超过几百万，那是扣45%呢，这个钱也不少呢。你先补上，你补上以后啊，甲方没有替你那个代缴税款，你可以向法院起诉，甲方会把这笔被收缴的税款再补给你。这个呢，中国法院是支持的，因为那个合同里有包税的条款，所以这个呢也不算是汪海林偷税。那当然了，你别管人家爱国阵营的大 V 美国有没有账号啊，对吧？那美国有账号也不一定不爱国，那很多人比如我还是美国华人呢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你并不能去苛责汪海林，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是吧？那个中国富人他都是狡兔三窟嘛，他不可能把钱都放在一个地方嘛，这人的本性我们也理解，对吧？啊，所以说如果是汪海林跟对方没有签个人合同，而是签的公司合同，那这个汪海林就比较麻烦了。那个公司即便是给你代缴了个税，也不能打到你老婆的个人账户里边啊，因为你是签的公司合同，这就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了。各位，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吃瓜看戏呗。啊，这个反贼阵营的大 V， 爱国阵营的大 V， 谁能掐过谁呢？各位，什么看法呀？留言讨论，点个订阅，下期再聊。